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诗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怎么了？喂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信宇，阿翔，快出来！信宇，什么事？啊，没事吧？怎么办？你看，醒了，他怎么了？醒了，心宇。喂，哎，信宇，我又回来药店了。你晕倒了。啊，装那一杯水来。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晶晶，晶晶在哪里？我头晕。来，让爸爸看看。他应该是太疲倦，气血不足，血不养心，所以才会头晕、出现幻觉的。啊，我没事。哎，小心啊！你这几天呢是累坏了，记得多休息啊，懂吗？来，爸爸给你针灸，让你通通气血。爸，我真的没事。安祥，你先扶他去休息一下。你是不是想作呕啊？我熬一些药给你喝。哎，扶你进去吧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会不会闹出人命？闹什么人命？安祥跟信宇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不行啊，我要想办法让他们早一点结婚呐。小姐，她不是那个女明星吗？对啊，好像是江心慧。哎，她现在起来了。小姐没事吧？小姐，小姐，你还好吧？小姐，醒一醒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借我一下。回来了。喝点水，你会舒服点的。谢谢。你不陈皮？陈皮，你要吃陈皮？嗯。给你拿。对不起，你的陈皮。谢谢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嗯。真的变回来了，江心瑜，你泄气什么？早就预料有这么一天的吗？其实我应该感到很满足了。曾经拥有，总好过不曾拥有。我还能苛求什么？至少，我已经享受过一场我梦寐以求的爱情。要是没有变回来的话，
我跟世轩就有做兄妹的缘分，也许变回来还有一线希望。不可能的，他是王子，我是丑小鸭，我们的距离只会越来越遥远。姐，变回来了！我等这天等很久，等到快要放弃了。这一切就要像做梦一样，醒过来就变回自己世界了。姐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一定像我当初突然间失去美貌一样。才不是呢，这样貌是你的，我还是得还给你。要是为了秦世轩，你更不应该难过。如果你还是我的话，你们两个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现在还不是一样，有什么分别呢？都是那个经纪啊，把我们当猴子耍。有人在说我坏话。不过你倒提醒了我，我还没有尝试过把人类和动物交换，肯定很好玩哦。动物的世界很单纯的，你最好不要把它们送到这里来受苦。没错，人类喜欢自寻烦恼。你在说我？要是我再不把你们还原的话，你将会更加痛苦。想爱又不敢爱，简直是生不如死。你还是那么偏心，只会关心姐。错，其实我已经把你们从悲情世界拯救过来啦。你想一想，亲兄妹相爱，算不算是人间悲剧啊？你也曾经把我推进地狱啊！没有这段生活的历练，怎么会有今天的将心会啊？你不觉得你比以前更有人情味了吗？现在你的生活比较踏实，对家人也很温馨。是啦是啦，你说什么都对。现在你快救救这个快跌入失恋深渊的灵魂吧！你们不是谈得好好的吗？干嘛提到我？别那么伤心，又不是世界末日。我有吗？我只是有点不习惯。人与人之间有缘才会相遇，相知相惜。或许我跟世轩的缘分已经到了尽头了。没有给自己机会就判自己死刑，我跟世轩是不可能的。你怎么知道秦世轩会以貌取人？我相亲了38次，有哪一个男人不是看到我的样子就决定不要跟我交往的？美丽不是看外表的，是他们没有给自己机会发掘别人的内在美。你就是特意安排给哥一个机会发掘姐的内在美。可惜我的一番苦心，有些人还不明白。没有美丽的外表不重要，最怕是没有信心。我更怕伤心。那姐应该怎么做啊？求人不如求己。再见啦！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争取的话不一定能拥有，可是不争取的话就什么都没有，明白吗？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。背对你的目送，是因为泪太重。原来太理智，只会让自己更伤痛。我知道没有用，心会盲目跟从，就像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你回去问你爸爸。因为她是你妹妹。实现不想被爱的内容。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看到我是不是觉得很意外？你今天不用飞吗？我就是特地来陪你的。
轩，你瘦了。我了解你的感受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也想借酒消愁啊，喝醉了什么都不用想。可是你醉醒后，还不是一样要面对现实，面对工作？你听我说，该结束的就让它结束，收拾心情，然后再重新开始。我眼中的世轩，不像是那种对感情拖泥带水而不敢面对失败的人。你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啊？我知道了这一切，就立刻请假回来了。你不需要耽误你的工作。你觉得我很傻，对吗？就像我觉得你现在也很傻一样啊。我知道，要忘掉一个你心爱的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种感受，我比你更深刻。可是那又怎样呢？该走的，你留得住吗？不要再喝了，你已经喝很多了。你回去吧，不要管我。回不回去，我自己决定。你想喝什么？好啊，我陪你。姐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见到世轩啦。我还见到了 Monica。 他们不是分手了吗？也许已经复合了。不可能的，世轩告诉你的。我没有勇气面对他。你的猜测？他们看起来很亲密，那又能代表什么？他的心里就只有这个的主人，他还是念念不忘小时候那份感情。他始终以为你是那个人，对我是没有感情的。我去跟他说清楚。哎，不要！这个时候他已经够烦了，我不想再给他任何压力。你就是这样，只会替别人着想，你这样会活得很辛苦的。好啦，我该收拾心情，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了。明天会更好。至少我不需要再面对拍摄的压力了。那你的拍摄工作表。明天9点就要化妆了，还要拍一整天。你在叫什么？这对你来说根本就是小儿科。一品药商要开张了，我已经答应安强明天陪他去买漆。哦，现在安祥是第1位了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一品药商的筹备工作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你只需要付出劳力就行了。我终于可以回到我自己世界，每天闻到草药，闻到怕了。你的世界也不完全属于我。现在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解脱了。淡黄色不错啊，还是应该选深色一点的啊。新慧，那世轩跟新瑜，他们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。那秦世轩已经知道你跟他是兄妹关系了吧？事实就是事实，还能隐瞒多久？新瑜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差，干脆跟他坦白一点吧。坦白什么？告诉他新慧就是新瑜啊。结果还不是一样。哎，我来帮你。放心了，我一个人搬得动。你小心点啊。安祥，我已经选好日子了，5月初1开业。5月初1啊，会不会快了一点啊？最重要是好日子好时辰，好运就一直跟着来，赶一点没关系的。哦，其实我也无所谓，你决定吧。
就这样决定了啊！我去看看还需要什么东西啊？麻烦你。你忙了一整天，我来帮你吧。哦，不用了。我妈妈来。可以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妈行了。快点的。曼祥，我要汤熬好了吗？哦，好了，我帮你拿。谢谢。麻烦你等一下。3颗复原活血汤的药味那么重，你不怕？有什么好怕的？真受不了那个味道。新鱼，你终于认出来了。你终于还原了。我变丑了，你开心啊？这才是真正的你吧？以我们目前的成绩来看，要是一切顺利的话，1年内我们将会收回成本。这都要归功于你，一手除掉 InnoHealth， 我们才有机会接收他的顾客群。要不然我们这匹黑马要出位，恐怕还要一段时间呢。5年内，特立方将是另一个代表新加坡的品牌。要是我们的公司有自己的生产线，盈利将会倍数增加。可是要成立研发团队，资金要很大。这就是我们前进的下个目标。好，祝我们心想事成。我们下个要开进的市场是泰国、越南、柬埔寨。事先办不到的，就由我完成吧。Hi William。哎 ，Dave， 让我来介绍，这位是我的合伙人汉森 ，Dave 呢是班启泰企业的副总裁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坐啊。怎么这么迟呢？别提了，刚跟 Scientist 开完会。他们公司准备扩大研发部门，打算在这里设厂。没办法了，东南亚的需求量越来越大，供不应求嘛。筹备的怎么样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公司目前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。难道单启泰不打算独资吗？我们公司目前还有别的计划在进行当中，动用了大笔资金，所以这个计划决定找合作伙伴。听说你们公司正准备上市。对呀，也因为这样，我们不能打没把握的仗，所以每个计划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那你们对你们的工作伙伴有什么样的需求？你有兴趣？在商言利，如果有利可图 ，Why not？ 其实，董事局对这次合作公司的筛选非常严格。不过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把公司的资料呈上来。那好，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。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OK， 很好，我们今天收工了。谢谢。Anna，什么？你舒服惯了？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你怎么会突然晕倒在街上？没什么，身体不舒服，顺便搞搞宣传啊。要搞宣传，也该事先让我知道啊。明天下午1点，王经理你安排好见广告商。哦，明天早上10点的试衣服，然后下午4点拍杂志封面。时间都帮我改了，我明天有事要请假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不能改。那你先去见他们，安排好了再通知我。送给你。Anna，你不是说很喜欢玫瑰花的吗？送给你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有点敏感，一碰到花粉就受不了。没关系，一起用餐吧。今天没胃口。我可以迎合你，吃点清淡的。我想逛街买东西。好啊，
我有的是时间。我好喜欢啊，我全都要。我全都要。没问题，帮我选包厢。幸会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吃晚餐吧。我已经订了位了。一下我爸的衣服都还没买。哪一件好看啊？这些都不适合你爸爸。不好看吗？这件款式太花俏了，这件太年轻，这件颜色太亮了。老古板了，现在老人家穿得很年轻的。Excuse me， 我全都要。还想吃些什么吗？小姐，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富贵套餐？富贵套餐？我们的富贵套餐有鸡包鱼翅、波士顿龙虾，还有佛跳墙。只可惜你们的甜品是雪糕，我不喜欢。可以换成燕窝吗？要另外加钱。哦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江小姐喜欢就行了。就这样，给我一份。汉生啊，你也要不要来一份富贵套餐？啊，不了，我另外点好了。我一个人吃多没趣，你就陪我嘛。就这样，给我2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放在这里就行了。哇，韩生是你来了，伯母，坐啊，好像自己的家一样。好，妈，送给你的。姐，你的。你们慢慢谈吧，我就回房了。小姐啊，你又找到圣诞老人了。你的。谢谢。汉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每一次来都买东西。啊，小意思。妈，怎么不看一看圣诞老人送什么东西给你啊？哇，名牌货呀，这个一定不便宜吧？便宜的东西怎么配得上你呢？妈，这个款式都不适合你。是有一点，可以拿去换嘛。没问题，只要你喜欢，改天我带你去选一件新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，又让你破费了。不过说的也对啊，自己去选比较好了，免得买的啊人家不喜欢。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我再跟你联络吧。我给你倒一杯水。啊，这件衣服的款式很老土哎，我能不能给拿去换啊？哈？不是你的。那是谁的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这才是你的。哇，不错嘛，正好决赛那天可以拿来用啊。喝水。哦，谢谢伯母。汉生啊，你已经陪我逛了一整天，应该累了吧？早点休息，我送你出去。伯母，我先走了。记得常来坐啊。拜拜，圣诞老人。不好意思，今天让你破费了。你开心就好，这只是我小小的心意，希望这一点一滴的心意能在你心中占据一个小小的位置。晚安。耍我？江心慧，我就不相信总有一天我制服不了你。他想用钱打动我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本事。真服了你，竟然还能跟这种狼心狗肺的人一起逛街吃饭。我才服了他，花了他一大笔钱，竟然面不改色。姐啊，为什么不看看我买什么东西给你？我不要了，你拿回去吧。选给你的，反正花的也是他的钱。还有啊，好看吗？不错啊，安祥一定会喜欢的。谁说买给他的？那是买给汉生的。
家里又没人适合穿，用膝盖想都知道是给安祥的啦。反正有人出钱，不买白不买。哎，汉生心术不正，小心玩出火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谁叫他把秦家的生意搞垮，不狠狠地敲他一笔啊，真的很对不起良心。替父报仇啊！给他一个教训也是应该的啊。有没有想过跟你爸爸相认？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。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那你呢？要不是你提起，我早就把他忘了。感觉上他还蛮慈祥的，不像是个无情无义的人。他也不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不需要把人家当仇人吧？姐啊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算了，不说。不说我也知道，用膝盖想就知道是为了他。我不想提起那段过去。是吗？可是我相信他没你那么洒脱，他可能还沉醉在失恋痛苦中。才不是呢！昨天我去买旗，看到他跟莫妮克在一起，人家早就把过去给忘了。他不像是那种男人啊。不管他是哪一种男人，都不可能是我的男人。姐，幸福是要靠你自己去争取的。如果你没有勇气，我可以帮你。哎，千万不要！我还没有心理准备，我才不想自讨没趣。要是我深爱的男人变成我哥哥，那种感觉一定很痛苦。也只有真爱过，才明白什么是心痛。一辈子有一次这样的感觉，对我来说，也是一种幸福了。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听不进去。你想喝醉是吗？我陪你哦。何必呢？不管我做什么，在你心中都是毫无价值的。有时候我也是很气自己啊。可是爱情就是盲目的。我只希望在你心里，你会记得有我这个朋友就够了。再来。世轩，不要消沉下去了。我希望看到你振作起来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永远会在你身边支持你。都叫你别喝这么多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听话呢？不要管我。我能够不管吗？你每天早上起来就喝酒，每个晚上就喝得醉醺醺的瘫在这里。我真的不忍心看到你这颓废的样子。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这样堕落下去吗？妈妈走了，我好朋友出卖我心爱的女人，竟然是我妹妹。你叫我怎么活下去？你太令我失望了。堂堂一个大男人，就经不起一点小风浪。你太感情用事，太懦弱了。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给打倒了。没错，我是懦夫。我不像你那么冷酷无情，可以把到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我知道你怪我、怨我，我只是不想你糟蹋你自己。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坚强。我不是你，我也没有能力重振家业。好，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左右你的决定。你如果想继续颓废下去的话，那就请继续吧。
师，我爸怎么了？我建议他即刻动心脏手术。如果不动手术，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？他目前有2条血管已经阻塞，最好是不要再拖了。姑姑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应该接受医生的建议。秦先生现在的血压稍微不稳定，我会继续的观察。一旦他的血压恢复正常，我马上安排他动手术。谢谢唐医生。别担心啦，唐医生是本地最有权威的心脏科医生，他一定会治好你爸的。我不应该跟他起争执的。我们进去吧。怎么样啊？没事。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同了。医生建议你尽快动手术。我这把年纪，凡事都看开了。零件坏了就应该修理，动手术就当是在胸口上开条拉链了。爸，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这句话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就是开不了口。我不但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妈，也对不起新慧的妈。新慧的姐姐骂的没错，我不配当爸爸，我根本不是个好父亲。这段日子我看到你这么消沉的样子，我真的是很心痛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。听了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现在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新慧，我从来没有尽一天做父亲的责任。下个星期一品药上就要开张了，我担心安祥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特地请假帮他。爸妈，我出去了。坐下来慢慢吃。不啦，我赶时间啦，今天整天都有课，晚上还要彩排啦。赶时间也要吃早餐，不吃早餐怎么会有精力啊？哦。你看你的嘴唇又干又红，小心虚火伤身啊！现在是比赛关键时刻，我不会病倒的。我帮你煮了养生水，降火的。哎，记得不要熬夜，多喝罗汉果，有利咽喉。记得要喝啊！行啦，为了比赛要喝尿都行啊。妈，爸还在生我的气啊！如果是你的气的话，就不会吩咐我煮养生水给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姐啊，气买好了没有？应该是吧。忘了叫你多买把刷子。你要帮忙油？哇，二姐，难得哦，大明星这样当起游戏工人了。大惊小怪。哎，二姐，以前你只是小便，现在是性情大变啊，是不是更年期提前20年？什么啦，一品药膳我们家也有份的，当然要尽心尽力搞好啊。我没听错吧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一品药膳了？不然心雨你变得爱理不理的。你们两姐妹啊，到底在搞什么啊？哎呀妈，你刚才没听小弟说我提早更年期性情大变吗？我要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二姐，有人找你啊。新慧，找我有事吗？爸心脏病进了医院，他就快动手术了，你能跟我去见他吗？我不想见他。对，别去。当年你妈妈挺着一个大肚子进医院，有谁关心过她呀？妈，那是上一代的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就别再翻旧账了。爸对这件事表示了歉意，他只是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。他虽然没有说出口，其实他心里真的很想见你的。新慧啊，他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你应该去看看他的。世轩，你别太担心，秦伯伯他一定会解人天下的。谢谢你，新慧啊，
你最近还好吗？很好啊。真没想到我们竟然是兄妹。有时候造化真的会捉弄人。人生如戏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。你最近看起来很憔悴，是因为这个缘故吗？似乎难以接受。可以想象，是不是发现在我身上找不到悲伤难过的痕迹？我不得不佩服你，你那么快就可以完全的释怀。人非草木，要是曾经经历过，又怎么可能没有伤痛呢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如果你把视线扩大到你的周围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新慧。啊，新慧的意思是说，既然兄妹的关系，希望你放松心情，不要再难过了。我知道。看来我也应该像他那样，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世轩，你爸又发作了，幸好医生及时抢救，他一直昏昏沉沉的，情况很不乐观呢。新慧，新慧，过来，你爸一直在等你，过来，过来。爸，新慧来找你啊。江新慧是你妹妹，那么姑姑说的都是真的喽？是又怎样啊？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？江心瑜，江心瑜，你醒醒吧！到现在还不自量力，学人家吃什么醋？人家美丽漂亮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不是吧，老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还在流血啊？已经止血了。我帮你查。你还记得这支药？这支药对我意义很深，这关于到一段难以忘怀的童年往事。不过这一切早已经过去了。有时候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像新辉那么样潇洒，那么快可以把我们之间的感情彻底的忘掉，当着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老天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才知道原来世轩的心是很在乎这段感情的。我错怪他了，志雪总算没有白流了。恭喜你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哇，第三开奖，谢谢啊，谢谢你，哎呀，彭大姐，欢迎欢迎。
谢，继续做吧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欢迎光临，恭喜。恭喜恭喜！幸会，我们以前有些误会，希望你别介意。以前的事我都忘了，明天坐吧，来。伯父，恭喜开张啊！谢谢谢谢，伯母。哎呀，韩生，谢谢你的大花篮。不用客气。你看，我故意放在大门口最显眼的地方。新会，韩生来了。恭喜。新会啊，记者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是谁啊？去忙你的吧，你招呼我。哎，恭喜你啊！谢谢谢谢，谢谢了，恭喜你，进去坐。哦 ，OK。韩生，坐那边吧。哦，伯母，我自己来行吗？那你随便坐啊。好。好久不见了，进来还好吗？我现在终于有机会作为我喜欢做的事。忘了跟你答谢，自从 Vino 清盘后，许多商家都向我的公司订货，我的生意可说是越做越大了。我真的为那些消费者担心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会遭殃。我才没那么笨，砸自己的招牌。说不定以后我们可以做亲戚，到时候我一定关照你的。哦，我肚子饿了，来，我点菜吃。我不帮你们吃饭了。拜拜。世轩，你要吃什么？随便。不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你帮我安排就好了。那我就给你们安排一些比较有特色的，好吧？谢谢。世轩来了。是吗？他要我帮你拿主意，你看看这些菜合不合他胃口啊？新会的朋友啊。我们的药膳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我带你们到厨房参观。请试试看。安翔，这些菜是你点的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2道菜是药膳吗？这些菜都是新宇特别为你们准备的。新宇？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厨房，我帮你叫他。世轩，你没事吧？真不好意思，新宇他已经离开了，请慢点。是因为泪太重，原来太理智只会让自己更伤痛。我知道没有用，心会盲目跟踪，就像停不下来的时钟。那回忆被你拆封，却写不上被爱的内容。我知道他的笑从来在你眼中，我的快乐一直被尘封。黑夜画不出彩虹，像我的爱飞不进你的梦。我知道没有用，心会盲目跟从，就像停不下来的时钟。那回忆被你拆封，却写不上被爱的内容。我知道他的笑从来在你眼中，我的快乐一直被尘封。黑夜画不出彩虹，像我的爱